没有在大货第一批和大家第一时间分享，毕竟也是最近才刚刚到货啊。但我相信好货不怕晚，这么多头部 UP 主都开箱把玩到腻了，那我的职责就是把这次的2号机2式掰开揉碎，给大家一起聊清所有的细节。毕竟这次的 CCS 2号机又进化了，我是真的没想到一家公司能够如此有钢之魂啊，在最终号机已经如此颠覆的情况下，依然还能持续改进和升级。首先还是一张熟悉的铅笔稿峰会背面，每次看到这屏风一样的画面，还是会觉得很震撼。另外，这次的包装也做了升级，除了牛皮外包加了塑封外，这次的内包也加了一层塑封，这对于我这种爱斯基摩人来说，真是完美的开箱享受。不过这都不是重点啊，我看其他 UP 主都没有提到，但这次的吸塑质量相比之前的产品，可以说简直是天壤之别啊，有谦大爷的感觉了，扣得非常的紧，完全没有松动。所以这次 CCS 才敢大胆的把整个本体不需要任何拆件和分件的全部放到一个吸塑内，而且还给了海绵的缓冲，这种细节上的进步啊，尤其对我这种回合党来说真的是太爱了。另外，这次的地台也值得一说，终于是改成了这种新款式的，通过凹槽卡位来快速简单丝滑调整角度的支架了。估计有人会说啊，这也能吹一波？但是玩过之前 CCS 产品的兄弟一定知道这里的含金量。更重要的是啊，这次的连接件锁扣装上去是非常丝滑的。CCS 终于也是注意到之前支架的组合度有多烂了，那在这些细节方面都有升级，那本体就更不会掉链子了。我们先给本体的全身罩来转一圈啊，不知道你们对这台2号机2式的表现能打几分呢？这个造型质感让我想到了之前的 MB 的2号机，一开始用的也是带点哑光的金属红涂装，结果实物不打光，效果非常的暗淡，于是2020年搞了个限定版，用了类似车漆的亮面漆，整个质感一下就上来了。我记得当年收的时候还一度炒到2000块钱以上，但要我说的话，这俩都是弟弟。虽然现在是6年后啊，但我们来放大看看 CCS 的漆面表现，深浅红色的色差分色已经是基操了，关键是这个亮面红色的质感啊，真的就跟钢琴烤漆一样，超级光滑平整，让我一度以为这不是漆面而是特殊工艺，结果上手用力抠了一下，差点就给抠掉了，让人感慨啊，现在代工厂的工艺已经到了这个水平了吗？另外据说啊，这次的亮红色是完全照着法拉利来调的，但我买不起法拉利啊，判断不了真假，只不过这个红色在打光下的质感我真的是太爱了。同时本次的遗印也继承了当时我在最终号机的视频里面大吹特吹的荧光遗印，几乎全身的遗印都是荧光的，家里放展示柜的时候可以考虑加一个紫外灯，杀毒消菌的同时还能把身上的这些标识给点亮，那场面肯定很震撼。而当时我在最终号机上所诟病的接触不良、亮度低的眼灯，而这次直接搞了个爆亮的版本，既然装在胸部，导光到头部亮度低，磁吸开关还压不紧，那就干脆一点，直接放到后脑勺里面，换成最常规的 LED 的板子，这下就不存在什么亮不亮的问题了。这次的眼灯亮度即使是开着灯啊，也能感觉到特别的亮，而且头部的漆面也相当的厚实，完全没有漏光啥的情况，给到一个满分。另外，虽然这次本体塑体继承自最终号机，但外甲造型是做了完全修改的，通过调整外甲间的可动和干涉， CCS 在可动方面依然有了一定的进步。首先来看到这个脖子的关节，可以看到这里是有一点空隙的，透出了里面银色的内构，而正是借助这个空隙，使2号机的脖子能够大幅的前伸，相比之前的最终号机，这里的幅度只增不减啊。同时和之前的最终号机一样，脖子上段也给了可动，可以看到抬头的同时拉伸的喉咙内构，而这个前伸后的抬头也达到了骇人的60度，配合脖子直接就能抬头仰望天了。肩膀两侧有2个进气道一样的零件，这里是可以活动的，不会干涉到头部的可动。这个玩意儿和胸甲上的小翅膀一样，都是在原设定里就有的，并非魔改的产物。配合上这个红色的漆面，山下老师当时在设计时旁边一定放着一台法拉利吧。只不过这个结构究竟有什么样的作用呢？不好意思，他也没说啊，可能像这样展开比较帅吧。展开之后的歪头可动就很无敌了，由于没有最终号机一样的腮帮子的干涉，左右的摆动轻松超过45度。本来像这样复杂的头部结构，平转一定是不给力的，但 CCS 巧妙的把球关做到了下巴处，不仅正常左右90度转头没有问题，同时关节还会被装甲给挡住，一体性极强。
整个头部可动设计非常的精彩啊，在最终浩机基础上进一步的提升，唯一要吐槽的也就是脖子下段是比较松的了。由于最终浩机是没有拘束器的，所以第一次加入这样的拘束器设计 ，CCS 选择了保守的方案，直接连接在了肩部，并且这里给出了一段摆动轴的关节，同时因为是直连啊，肩部的大风车会带着一起转，这一点就智者见智了。我虽然不是很喜欢啊，但这样也不会干涉到手臂的上抬可动。接着来到焦老色图环节啊，这个联动机构我就想问一句，你们玩的腻吗？何况这是凶凶的凶哎！后方看过去，拉伸之后依然是做了漂亮的防穿帮的内构，真的是赏心悦目啊！而且范围也非常的大，可以看到啊，前身估计有30度以上，而且上面看也是有内构的，向后也能到个15度左右，同时这个关节还具备了上抬的范围，30度的抬起不在话下，配合上本来就90度的手臂侧抬，再起120度，非常给力，阻尼感也相当的优秀。然后是这个大臂的平转，这个地方的造型一体性真的是做得太好了，导致我一开始以为这个地方是转不动的，没想到人家360度转得非常丝滑，没有干涉。这里相比最终浩机啊，真的是惊艳到我了。还有肩头2号机的标志，透明键内还带了内构的细节，这里做的是真心优秀啊。曲肘就是最终浩机的同款了，角度方面就是双段的关节接近180度，整个曲肘的造型是非常紧凑饱满的，充满肌肉感和力量感。同时三头肌这里有最终浩机同款的联动下滑的遮盖。最后这次的手腕使用的是这种弯折的关节，手型的插拔都会很轻松。同时这次的手型给的也是非常丰富的，一对握枪手，一对用力抓的手型，然后一对斜向的开掌手，一对空心握持手，以及一对幅度更大的握枪手和握拳手，涂装造型都无可挑剔。而附属的这些手型插拔都挺紧实的，就这个默认的握拳手会稍松。不过实际这个手腕根部还有一个球关啊，套住红色的手腕夹，于是手腕前后摆动的时候，手腕夹也会联动，而且前后摆动有30度以上。而因为是球关啊，横向的摆动也有30度不到的摆幅。而腰部相比于最终浩机也有了进一步的进化，弯腰这里虽然还是常规的3环套甲，但每段甲之间的空隙更大，弯腰这个幅度感觉都超过60度了。那当然从背面来看的话，也是继承自最终浩机的龙虾背造型，可以看到腰内部展开后黑色的类皮套材质还有结构细节。而挺胸方面就比较可惜了，没有给可动的空间，主要是这里的脊柱结构已经收紧了，所以腰杆只能做简单的挺直。而这次真正的改进点是这个侧板啊，可以看到每一段都有一个转动的角度，虽然合在一起不超过30度，但相比于最终浩机只有根部的可动，整个造型要自然非常多。至于转腰，这次需要先把侧裙夹给抬起来，否则会和根部干涉。可以看到虽然每一段都有一定的转幅，但关键的转动还是根部来实现的。左右平转90度没有问题，其实360度也没有问题，但是没有必要啊。根部可动也是需要先解锁两侧的裙甲，避免干涉。不过前踢的极限幅度只有90度，大腿根部是有限位的，主要是为了给腰部可动让位啊。后踢也有70度左右，我认为这个可动已经很够用了。侧抬也是到不了90度的，大概70度左右，对于摆 pose 来说已经足够了。但至于说为什么要设计限位，来看到这个大腿根部的内外侧，模仿肌肉和骨骼联动的细节，这个造型是真的帅，我能玩一天啊！这个可动稍微限点位也就限了吧。当然平转是在关节外层再套了一层啊，所以也是受到干涉的，向外可以到60度，向内只有1点的角度，这里的可动确实是稍微有点遗憾的。那接着来看到我在最终浩机上最喜欢的结构啊，这个180度的曲系太漂亮了，几乎是精准模拟了人类的肌肉线条。而且比之前好的一点是这个膝盖夹的部分，除了外侧的拘束器，里面也给了覆盖红色的联动装甲，而且因为是红色的很显眼啊，整个膝盖也显得非常的饱满。而且和最终浩机一样，为了还原这个优秀的屈膝的造型，大小腿后方的装甲盖板也做了弹簧的内缩避让，真的是越玩越上头。最后这个脚部不管结构还是造型啊，都和最终浩机是完全不一样了，能看出是斜插式的转轴关节，这近年来最流行的脚踝关节设计。这种关节的好处就是最大化接地的范围，并且结构简单，只要脚踝的左右干涉不大，转向后翻折可以轻松超过60度。不过 CCS 家的关节都是铁，而且为了避免铁磨铁，还是下了不少功夫去处理的，所以关节会很紧啊，那这里掰起来会有一点生涩，但同时也意味着稳定性是很优秀的，向外也能达到60度，脚掌向下翻也能达到45度以上的大幅度。这里可以看到脚后跟的装甲是可动的，可以拉出一段来避让。但是向上抬的幅度并不大，只有30度多一点，这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前脚踝甲的可动范围并不大。最后前脚掌是能做30度的独立上抬的。整体的可动过了一遍，虽然部分可动没有达到极致，但配合上这劲爆的造型细节，我相信实际的表现能令绝大多数兄弟满意了。更何况这次还是在最终浩机的基础上，头胸手都有提升，只能说 CCS 真的是非常用心在对待自己的产品。而得到了如此可动的2号机，终于可以完成我最喜欢的动作了，蓄力冲刺准备。
那么聊完本体的各处细节，我们再把目光聚焦到机体本身。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啊 ，CCS 刚公布2号机20的时候，感觉是很懵的。毕竟对于看过 Anima 原作的兄弟们来说，这是一台并不出彩的机体，甚至可以说是冷门啊。退一步讲，有仅存于设定稿中的幻之机体2号机 F-Type， 进一步看也有上月球和堕天使决战的半人马型，以及 Anima 系列最大的爆点赤红 A1 和 A2。毕竟是接续最终号机嘛，要是赤红 A1 出来的话，估计人气直接爆炸。但最终选择的是这个战力很弱，甚至可以用临时应急来形容的2式。可能 CCS 当时想的是，没看过的人会当成魔改的2号机来买吧。开个玩笑啊，最大的考量应该是和最终号机的结构尽量的复用。不过从设定的角度来说，Anima 没有适用新剧场版的关于 Eva 诅咒的设定，而是随着明日香走出阴影变得自信以后，身体也在跟着年龄快速的增长。同时由于 Eva 也会随着驾驶员而改变的特质， Nerf 不得不给2号机重新定制了外甲。可以看到设定图中，相比于 TV 版2号机，胸和胯的比例更加的明显，也更加具有一定的女性特征。另外这次的2号机头部也是和之前完全不同的，毕竟3年前与量产机的战斗中被朗枪刺穿了双眼，半边头部几乎被毁，不管是对何种生物来说，这都几乎没有复原的可能。于是当时 Nerf Japan 拿出的方案就是 LCL 的神经重塑技术，但也只能是勉强把之前受伤不严重的剩下的双眼用起来，同时为了补偿视觉上的折损，眼部换装了初号机同款的大型感应器，同时额头处增加了一个辅助的摄像机。其实当时还提出了另外一种方案啊，就是把整个脑袋都割下来换成0号机的头，但2号机中尚有明日香母亲的灵魂碎片，这样替换后灵魂是不兼容的，于是作罢了。当然了，这是设定的说法，山下育人当时只是觉得初号机的机设人气高，于是想了一个设定给2号机也搞成了一样的双眼头部。但是要我说的话，确实是比原来帅多了。哦，对了，还有额头的这对小角，原设定里是这个样子的，很有甲虫的感觉。实际上这个是为了彰显明日香特征而追加的部件，而在20上也被修改为了更具有机械风格的造型。但贴心的 CCS 还是怕你玩丢玩坏，给你准备了一对备用的。如果大家去翻2号机的机设图的话，会发现还有一张图的出镜率很高，就是这个。这就要说到2号机的专用装备了，这个无线微波供电装置，这个双十字架造型的玩意儿是由之前捕获的雷天使的 S2 机关制作的。这时弹幕就要问了，那为什么不把 S2 机关直接移植到2号机上呢？那官方的说法是，这个东西不稳定啊，拿来做成装备已经是偷摸着搞了，而且当时2号机的战损太严重了，光紧急修复的时间就花了3年，还得快速投入实战，来不及搞别的了。当然在我看来啊，这都是为了加这个新装备的借口。你看新剧场版的2号机都长成这样了，不一样能紧急修复。当然了，得承认啊，这个供电装置确实是很帅。CCS 甚至专门为这东西的展示给了支架，除了这个竖着的以外，还给了一个这样斜着的，等2号机背起装置来后用来托举。同时 CCS 还在尽可能还原设定的同时，给装置增加了大量的影印细节。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啊？这里写的是 Hazard， 这个就很形象了。另外这个装置是可以折叠和展开的， CCS 自然也给还原了出来，并且由于这个特异的造型啊，以及制造时使用的结构材料都异常的坚固，实际上也是可以被当做武器来使用的。但其真正的用途是通过接收第3新东京市各地的微波来给2号机2式充能，一般2式出击时就会这样挂到肩甲的拘束器上。功能的方式还是原始的脐带电缆，只不过这次的电缆的源端是接到功能装置上的，而且这次全程磁吸固定，连接超级丝滑。不仅仅是这个机身本体的充电插装是磁吸结构啊，连接插装的线缆两头也是磁吸的，这真是大大增加了把玩时的流畅性，好评。而安装上充能装置的2式虽然没有 N2 机关这种黑科技的加持，但只要战斗范围不离开第3新东京市，理论上就是可以无限续航的，并且因为功能装置能大功率接收微波信号，因此展开后也能释放电磁屏障，形成电磁护盾用于防御。OK， 那再回到设定图上的这一把长刀，之前买了最终号机的兄弟都知道它叫做背前掌传，但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东西啊，甚至你们仔细看会发现配色也是不一样的。以前的视频里也有介绍过，它一开始就是2号机的测试用刀，结果因为能在刃上展开 AT 立场，切割性能很强且泛用性高，于是各机后续也才都装备上，所以我这里也就没有给2号机拿上最终号机的那一把来拍照。同时很可惜的是啊，CCS 也没有附属这把武器，说不定这把刀已经放在未来的限定里了。不过虽然没有给背前掌传，这次竟然给2号机附属了一把朗枪，当然包装时啊，枪头还给了这个防弹的保护件，真的是很贴心。当然说是朗枪，实际上是复制品，可以看到枪身通体为暗红色，没错，就是 Zelly 配给量产机使用的这一把。3年前老娘被你捅穿，3年后老娘要让水天使融合后的量产机感受同样的痛楚。但是这把枪是2号机出击时没理让明日香紧急取出的应急武器，击杀水天使融合型量产机后就被堕天使感知到了，派出夜天使融合型把枪吸收转移了，从此下线。不过 CCS 却把这把武器专门安排给了2号机2式，还安排了通体的亮面金属暗红色涂装，复仇之枪成了明日香的专武，摆起 pose 来那也是非常之帅气的。
另外，这次的肩甲拘束器内还暗藏了一把2式专用的新式离子震动短刀，和经典的美工刀相比啊，还能与本体精神波同步，输出更高的伤害，也就是所谓的输出全靠吼啊。那当然 ，CCS 这次也完美还原了这把刀的收纳展开机构，没错，用的还是磁铁。不得不说，这个磁铁真的是能大大提高模型把玩体验的材料。另外，说到装甲的展开，这次的2式也把插入栓的展开机构给还原了，只不过插入栓的部分只是一个造型件，不能真的拔出来，比较的可惜。OK， 回来继续看到2号机的武装，这次 CCS 还还原了这把 Power 8改进型磁轨枪。原本老式的巴雷特来福枪其实是自卫队62口径的155毫米轨道炮作为基础改造的，所以在动画中表现力确实有点刮痧。而更新后的这一把磁轨枪最关键的部分就是这个枪的尾部被磁吸盖板覆盖的结构，可以看到有2个圆圈构成的8字形造型，这里就是给弹药加速的轨道，也因此这把枪身比上一代更短，但威力会更高。模型这里的2边都给了展开的结构，造型涂装非常的漂亮，可以看到枪身上的一印字样也非常的清晰。另外，本枪也对应开发了各类的专用弹药，例如装备了情报弓的 AT 立场相位转换弹，实际杀伤力要远高于上一代。另外，设定图中也能看到啊，这把枪是模块化设计的，可以通过替换变为长枪口的模式，使弹药射出时获得更高的初速和精度。而这把枪的弹夹，也就是这个小的长条，也被完美的还原了。另外还多给了一个加长版的弹夹。既然弹夹都能够完美还原，模块化的长枪替换自然不能落下了。让人再一次感受到了 CCS 钢之魂的是，这把枪的每一个替换模块都做了完全还原。既然能够真正的实现整枪的模块化替换，说实话，这要是万代来做啊，估计就给个替换的枪就完事了。更不要说这个全涂装的待遇和超帅的造型了，尤其是这个隆起的 T 字形测距器，背面还能看到2侧的金色内构细节涂装。OK， 那么到这里啊，2号机的设定里该有的武装就全部讲完了。没错，2号机2式相关的设定就只有这么一点啊。甚至前面介绍过的武装，除了这个充电宝以外，剩下的全是 EVA 通用的制式装备，没有任何的专用设计啊。甚至其实设定中前面的装备都是初号机的。CCS 一看，这怎么能对得起喜欢香香的玩家呢？于是自己追加了各类新式的武装，连夜说服山下育人老师对峙版权方拿许可，最终给我们呈现了这些好玩的装备。那最吸引眼球的就当属这个武器柜了，灵感来自于对战音乐天使的这一段，转动把手抽拉出来后，能看到同样收纳了这把 Power 8。转到另一边，则是所有长枪管替换组件完全的收纳，所有的组件都有自己的位置，能挂到武器库的内部。部分零件还做了专门的磁吸连接件。这次玩具的磁铁含量真的有点太高了，感觉以后 CCS 可以改名叫磁铁厂了。这磁铁吸上去的感觉也真的是好玩。而这样的武器柜本身也能作为战斗场景的一个部分，可以用来摆这种取出步枪换弹，用武器库当掩体的 pose， 或者像这样踩在武器柜上换装长枪后精准炮击的造型。另外，本着不浪费每一处空间的原则，武器柜的外面还塞了一面应急用的手持盾牌，前方有握把可以展开供2号机握持，平时就通过磁吸收纳在武器柜的外侧。给作为近战定位的2号机配备一面防盾，非常的合理，非常合理。这还没完呢，可以看到2号机是可以把武器柜背起来的。模型这里也是专门给了一个武器的挂架零件，可以连接在武器柜的底部，然后就可以把武器柜挂到2号机臀部的延展武器挂架上了。这个挂架也是这次给2号机追加的装备，和最终号机连在腿部的是不一样的。这次需要抠开尾椎骨的零件来替换安装。除了正后方用来装武器柜以外，两侧都有3个挂载位点，并且机械臂也有一段平转和2段前后翻折的自由度，甚至挂载点也能翻折和旋转，满足所有的武器挂接。就这样 CCS 还是怕你不够挂，搞了这么一堆的连接件，每一个都是带通用的轨道滑槽接口的，你把所有的武器全部挂上去都没有问题。即使不想挂在武器挂架上，肩甲拘束器和小臂后方也有挂载的轨道，可以通过刚刚的零件做无线的连接，就怕你不够用啊。不过我还是喜欢武器挂架，毕竟是专门设计的，这个 pose 摆起来造型也是更加丰满。别急着滑走啊，还有最后一位高手还没介绍的，就是这个 CCS 专门为2号机设计的 N2 手雷挂架，依然是金属外壳全涂装，依然是磁吸连接，也依然是惊艳的满分设计。里面的每个易拉罐都是能取出的分件，罐身上也有醒目的 N2 一印样式，这个东西的设计灵感应该是老 TV 里宁波丽抱着的这个准备与力天使同归于尽的罐子。只不过 TV 里的这个罐子体积明显要大一圈啊，当然也不是透明的，看不到内部，那这就很平庸了。于是 CCS 选用了透明件，把内部的细节也给搞了出来。你甚至能把易拉罐口给打开，拉出来看到里面的 N2 核心。不过 N2 这个名字就是 Non-Nuclear 的缩写，是通过 N2 机关的相位光爆来产生高温高压。虽然威力不及同等装药量的核武器，但爆炸是清洁的，也是人类常规武器中对抗使徒的底牌。既然2号机2式没能搭载 N2 机关，那就给你准备一手提架的 N2 爆雷，专门给明日香扔着玩。这一波追加武器的设计，我建议直接给到满分。OK， 那终于是把所有这次2号机2式的东西，从机设、本体到武装和追加设定全部聊了一遍，是真的没有想到视频时长已经突破20分钟了。
没有办法啊，每一样东西都做的那么的有诚意，介绍起来也就不自觉的更加细致了。我是真的很佩服 CCS 能一直保持着热爱来做产品，一路以来更是能看到这个厂家的不断突破和进步。这次更是直接给香岛们搞了一波大的，甚至是没有武装，我们来创造武装，这也让我更加期待未来的新产品了。视频发出来的时候，应该第2批已经发货了吧？喜欢的兄弟可以抓紧时间预定第3批了。同时 UP 主的女儿也即将出生了，希望她以后也能像香香一样做一个独立且坚强的女生。未来的更新节奏也可能会放缓，也请大家见谅啊。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大家下期再见喽。